在北京的相亲市场哈，我真的是建议那些离婚带娃的女人，你真的别来卷了。在生活中啊，好好的碰一碰，也许呢还能遇到真心人。在婚恋市场啊，可能你很难，几乎就是白花钱的。你先看看现在的北京单身男女的比例都多少了，1比9呀。所以呢，男人的选择范围真的比你大很多。我也明白你那点小心思哈，还是希望呢找一个条件好一点的，能够呢对你的娃好一点的，钱方面呢对你也大方一点的。否则你找他来干嘛呢？你也不想当个免费的保姆，对吧？大概率呢你还不能接受对方也带个孩子，你不想伺候别人的孩子，他也不太想替别人养娃的。原配夫妻都做不到哈，同心协力，难道半路的夫妻就更容易做到吗？就算你遇到一个条件好一点的，人家可能也处处防着你，怕你图他的房子，图他的财产，你也担心他会对你的孩子不好，只想免费的利用你的劳动力。两个人啊各怀心思哈，能把日子过好吗？你来相亲市场看一看，那些条件好的男人，就算他带个孩子，那也有大把的未婚女人在等着。那电视剧里边演的霸道总裁爱上离婚带娃的你，在现实当中啊根本不可能，可能性为0。那样优秀的男人，他到底图你啥呢？他不可能图你离过婚生过娃，图你有孩子年纪大吧？你就算美上了天了，也不大可能。人家啊找个未婚的不好吗？再说了哈，人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他怎么可能拱手让你们娘俩随便花呢？你能给他带来点什么呢？你有那份自信，还不如好好搞搞事业，挣钱来得踏实。等孩子大了，独立了，你再来找我，好吧？到时候我给你找一个优秀的老伴儿啊，真的，实话实说，靠谱吧？我有车有房能赚钱，我还要男人干什么呢？但凡说这话的人哈，我一听你说这话，我就知道啊，你的认知实在是太肤浅了。照你们的这个说法啊，这个意思就是啊，你要找个男人要个婚姻，就是因为你什么都没有啊，没房没车没钱，所以呢你才要一个男人来供养你，是吗？你要老公是因为你吃不起饭了吗？住不起房，开不起车啊，所以你才要个老公吗？我告诉你啊，真正硬气的女人呐，根本不会像你们这样说，他们会说，我有车有房有钱，我什么都不缺，我也要男人，我也要婚姻。我们要男人要老公，是因为我们什么都不差呀。啊，我不会因为他有钱而嫁给他，我也不会因为他有房有车而嫁给他。我告诉你啊，我比他还有钱，我开的车比他还好，我住的房比他还大，我只是因为我爱他而嫁给他。如果有一天他没钱了没事业了，我会硬气的说，没事的老公，钱没有了咱可以再挣，你没有了我还有。我能硬气的跟他站在一起，捍卫我们的婚姻和爱情，而不是为了几斗米而折腰，我去选择一个男人，选择一个婚姻，对吗？大家说呢？为什么现在谈对象有这么难呢？主要还是男女之间啊防备心太重了。96年的女生跟93年的男生相亲之后哈，彼此都很中意，开始交往之后呢，没多久就出问题了哈。女生说男生见了几次面之后就动手动脚的，想占她便宜，还问她可不可以做女朋友。笑话，你什么都还没有付出就想跟我确定关系吗？你怎么证明你的真心呢？怎么证明你的诚意呢？难道就是上下嘴唇一碰啊，几句甜言蜜语就完事儿了吗？我可不能随随便便就答应你了。但是男生却认为他跟你确定关系之后他才能选择付出更多嘛，关系不同哈，态度肯定是不同的。男生就怕自己付出打水漂啊，所以呢会着急跟你确定关系啊。女生呢就一直想要一个态度啊，怕男生得到之后就不珍惜，到最后呢很多的男生都会觉得女生又物质又现实，只认钱。女生呢就觉得现在的男生呢就会画大饼，没有什么任何的实际行动，稍微付出一点点就想来睡觉。你们觉得他们到底怎么办啊？咱们到评论区聊一聊。你知道现在的男生啊都是怎么筛选女生的吗？他们啊有以下几个原则哈，男生们也看一看是不是符合你们心中所想的。第一点哈，相亲前啊就各种打听你们家房子多大哈，在什么位置，有没有贷款，车子呢是多贵的啊，是什么档次的，这种就冲着物质来的啊，直接就不用见了。第二呢，相亲认识的女生啊，加了微信不回信息的，就视为没看上，可以立马删除了。如果大半天才回你的，就可以不用搭理他了啊，直接 pass。
第三呢，加了微信聊天回复总是嗯啊哦呵呵这种的哈，也可以直接不用聊了。第四种啊，加了微信聊天也比较积极，但是呢总是找各种借口约不出来见面的，这种啊可以视为被养鱼了啊，做备胎了，这种也可以马上放弃的。第五呢，微信回复啊也积极聊天，但是啊出来约个会啊，完全是男生在买单付出啊，人家就是摆出一副你得跪舔我的样子哈，这种公主病的还是下一位吧啊，伺候不了的。第六呢，出来见面好几次了哈，手都不让你碰一碰的，明显就是不喜欢你，勉强跟你啊在一起试试而已，估计再接触啊迟早也是没戏的，放弃吧啊。第七呢，加了微信主动打招呼，积极回应，能够约出来见面，能主动互动的哈，偶尔呢还会买个单，送你个小礼物，不跟你作，不跟你闹啊，也不跟你要转账，性格比较随和。约会几次之后呢，可以接受牵手拥抱哈。约会1个月以后，男生如果表白就同意做女朋友的，那这个呢才是他们想要的女生。所以现在的男生说嘛，相亲女生不用追啊，如果要追就高效一点哈，行就行，不行啊就下一个。女生不是追来的，女生是选择来的。如果说一个女生不愿意做你的女朋友啊，那你怎么追怎么舔啊，都是在浪费时间。如果你想等到一个心动的女生出现了你再追啊，因为你觉得男人嘛啊，不能做这种广撒网的事儿哈，太渣了，应该专心一点追一个女生就行。你看看哈，这个就是你找不到女朋友的原因了。专一，它不是让你在找女朋友的时候啊，是你找到了女朋友之后一心一意对人家，这个时候呢才需要你去专一的。你现在连个女朋友都还没有呢，你专一个鬼呀你啊，是不是这样子啊？总有人问我哈，那么多来相亲的人到底脱单率高不高呢？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哈，有一大半啊都是来相亲市场寻梦的，但凡他不是来寻梦的，他分分钟就脱单了。为什么这么说啊？比如说哈，有的男人自己离婚了，带个孩子，40多岁了啊，还想找个未婚的大美女去给他的儿子当后妈，最好还能年轻点漂亮点哈，勤快听话性格好，最好啊还不图他的钱。这件事情哈，我说实话还真的是不太容易，不管你多有钱也未必就能办得到，特别是在北上广这些大城市哈，因为跟你 PK 的可能就是那些年轻帅气的富二代，他们有很良好的家庭背景和教育背景，又年轻又帅气，还有非常大的潜力。那如果你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女生，面对这样的选择的时候，你会怎么选呢？这些美女又不是没脑子啊，她也不是眼睛瞎了，还有一些哈女的也是一样哈，离婚带个娃，还希望找个未婚大小伙子，最好还是高富帅，这个基本上也是在发春秋大梦嘛。有时候啊她们还会参照某一个运气好的闺蜜，因为闺蜜带了个孩子嫁给了高富帅，所以她认为啊别人都能中1等奖，我为什么不能中？我还见过一个男的哈，离婚的，自己都50多岁了，手里有点钱哈，他要求找个25岁以下的女孩啊，还最好呢是处女。那天当我听到他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说，大叔啊，你是不是还活在解放前呀？啊，包括有一些大龄的未婚男性哈，他们总是在追逐眼缘儿，然后发现有眼缘的女生呢都不搭理他，人家呢有更好的选择，那为什么要搭理你啊？相亲了好多年哈，见了几大箩筐的美女了，没有一个谈成的，要么就是人家压根儿就看不上他，要么就是跟他短择一下啊，花点他的钱，有了更好的选择的时候啊，就跟他拜拜了。但是呢，他自己啊，可能还认为呢，这个就是他的前女友。其实哈，可能以他的实力啊，再谈10个这样的美女啊，也就是10个前女友。所以说哈，不是只有女生会被短择的啊，男的也是一样。他根本就不知道那些漂亮的女友啊，不跟他结婚的真实原因啊，其实就是人家呀会有更好的选择。但是这样的男人呢，还是会继续执着的啊，在寻找他的眼缘儿，最后把自己拖成了大龄剩男了。然后他们会说女生太现实啦，一切向钱看。但是我奉劝你一句啊，不是女生太现实，是你选择的女生啊，总是跟你很现实。你没有好好想过这个原因吗？大龄剩女的问题啊，那就更多了哈，那些不切实际的择偶要求我都数不胜数了哦，我就不在这里累述了啊。有句话到底说的对不对呢？就是任何事情的不成功都一定要从自己的身上找问题哦，跟外界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的。
不论男女，只要你已经是一个大龄未婚人士，或者按照自己的理想的标准啊，找了好多年都没有找到的，你就别嘴硬了啊！问题一定出在你自己的身上，好好想想吧。你现在又想复婚啦？早干嘛去了呢？今天啊，我这里来了一位36岁的离异女士啊，那提出来的择偶要求着实让我吓了一跳。她说自己是1线城市本地人啊，有车有房，体制内的工作很稳定，还可以给对方落户。要说她的身材长相啊，真是还不赖啊。唯独的短板就是年龄大了一些，还带着个孩子。本想着呢，这离过婚的人呐，应该是明白自己几斤几两了，能找个什么样的人，对吧？结果呢，人家说3年前离婚的时候，确实是因为丈夫太忙了，于是呢自己出轨了，硬带着孩子呀离婚了啊。可是没有想到自己被外边的男人给耍了，自己离了，对方却没离，就这么个事儿啊。2个人没有多久啊就闹掰了。于是呢，她带着孩子自己过了3年，真真实实感受到了人情冷暖，挣几个钱有多辛苦。想着之前的老公对自己那才是真心的好，开始后悔了啊。于是呢，她就各种打听前夫的消息，想复婚。最后呢，得知人家已经有女朋友了，她3番2次的找借口上门献媚啊。可是呢，前夫并不为之所动，并对她说：“你离婚的时候跟我说的话有多绝情，我现在对你的态度就有多绝情。”所以她眼看着这婚啊是复不成了，所以呢就想到来找我们。她提出了几条几乎不可能的条件。第一，市中心必须有2套以上的房产，不跟父母同住。第二呢，身高不能低于178，因为前夫是180的啊，还不能秃顶，不能太丑。她说呀，要不然亲不下去嘴呀。第三啊，年收入呢至少100万，要不然怎么养得起我们娘儿俩呢？因为前夫是做生意的啊，年收入是很高的，要求100万不过分吧？我听完之后呢，差点没被他气晕过去啊！我说抱歉呀，就你提出这几项，任何2项加到一起，那都是王炸。未婚小姑娘都没有你那么敢要。说实话，现在这样的女人真的挺多的啊。据统计，有80%的离婚都是女方提出来的。但是有趣的是呢，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后，有很多女人呢想要复婚，而大多数的男人啊又不同意了。往往在离婚之初，男人已经用尽了各种方法挽留对方，各种乞求、哭泣、承受痛苦以及承受损失，甚至是下跪。对于男人来说，离婚是一件非常痛苦而且丢脸的事情。而女人呢是没有这种心理的，她们只觉得自己不开心了，或者跟丈夫没有足够的浪漫了，就想离婚。但是她们并不清楚外面世界有多艰险，认为离开他之后自己一定能过得更好。但是当她们重新回到单身的时候，却发现并没有那么多人会宠着她们。她们这个时候才会怀念起原来丈夫对自己是最好的人。可是当她们想要复婚的时候呢，大多数的男人却会拒绝，因为男人更理性的他们会思考过去的日子并不好，那现在你回来了就能过得更好吗？甚至我已经失去了我该失去的，我已经承受了该承受的，你还要让我再去经历一次吗？男人通常都不愿意再接受这个安排了。有一些男人还有点洁癖接受不了离婚期间女人跟哪些男人有过事儿他现在不想当这个接盘侠了，所以大部分的男人不会同意。总之，离开并不代表你就会幸福这些女人早知今日你何必当初呢？是不是？虽然你是公主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那人家还是个王子呢。昨天呢，有一个女生跟我说我给她介绍的一个男孩子最近把他拉黑了。2周前，这姑娘跟男孩见面以后双方都很满意的，他们2个都是富二代，家庭条件和个人条件都非常般配。然后呢，彼此交换了微信之后就开始约会了。第一次约会在餐厅，女孩呢路上有点堵，迟到了1个多小时。半途的时候，男孩就问她到哪儿了等的确实有点不耐烦了。女孩呢偶尔迟到一会儿一般来讲是可以理解的，但是1个多小时还是真的有点过分了，对吗？但是女孩到了地点之后不但没有跟男生道歉，反而责问男生说：“我在路上开着车呢，你为什么完全不顾及我的安全，不停地催我呀？”她觉得男生特别的不绅士。这一顿饭吃下来，男生还是觉得有点歉意那所以对她呢照顾有加，细心体贴。于是呢，女孩那个气也就消了。可是这个时候，男孩对女孩的印象却有些减分了他不但迟到了不道歉，好像男生等他也是应该的。而且呢，这顿饭的中间一直就是男生在照顾他的喜好，而他呢
只是在审视对方的一言一行啊，自己却没有任何的作为。第二次约会呢，两个人啊是去看电影，先约好了的看什么电影，结果临到要开演了，突然啊女孩说不想看这个了，要不要换一个？男生呢又跟他重新挑选啊，两个人花了1个多小时才决定看什么。在电影院里边呢，中途男生口渴了，顺手啊去拿旁边的矿泉水，因为太黑了看不清，结果呢就抓到了女生的胳膊。这个女孩啊快速的啊抽离了，并且立刻马上来了一句啊，干嘛呀？我可不是那种随便的人啊。男生很尴尬啊，因为在电影院里啊他又不方便解释，心情被弄得很糟。回家以后啊，男生已经开始有点下头了啊，感觉这个公主脾气啊太大了啊，真的是不招人喜欢。可能呢是从小到大呀被骄纵惯了。那第3次的约会啊，直接就夭折在了微信里啊。女孩说要约周日啊，周6她有事儿，结果男生呢把时间弄错了啊，把周日呢安排出去了。这下又惹怒了公主啊！她对男生说：“你对我说的话怎么就一点都不上心呢？你到底能不能认真听别人说话？”男生说：“那我以后就认真听你说话，好吧？”本来男生是想调侃一下的啊，结果这句话对于这个女生来讲，就是在怼她。她马上就回应男生啊，说：“看来你适合找那种舔着你的女生，那种女生普遍都会哄人啊，嘴也很甜。”于是两个人啊就在微信里你一句我一句啊，就这么吵起来了。最后男生就说了一句：“你要是不会说话啊，可以少说，真的是一句比一句难听，你可以闭上你的嘴了。你这个人极其的没有礼貌，知道吗？你有什么资格对一个并不熟悉的人进行评价？你是一个做事情没有计划随意更改什么事情都要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迟到了都不懂得道歉，也不懂得赞美别人，总是在找别人的问题，放大矛盾点，还喜欢随意评价别人的人。”说完之后呢等这个姑娘啊打了一长串文字啊发过去的时候啊，发现自己已经被对方妥妥的拉黑了。这个时候啊，这姑娘就开始对我说了啊，哎呀，我发现现在的这些条件好一点的男生简直太膨胀了，看不清楚自己是不是都以为自己配得上我呢。他们也不想一想，像我这样的女孩子在他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和生活圈子里是很难接触得到的，好吗？你们觉得这两个人到底谁对谁错呢？你们怎么看这个事儿？来，咱们到评论区聊一聊吧。到我这儿来的女生她们最喜欢问的一句话就是：哎呀，老师有没有条件好一点的呀？能不能介绍一个有房有车工作稳定的呢？那如果是在私企工作的话，有没有100万以上收入的呢？或者说他自己当老板的，那就更好了。我跟你们讲吧这样的女生她到这儿来基本上就是来许愿的。当你给她几个满足她条件的资料看的时候呢，她又会说挑出一堆毛病来。哎呀，这个长相不是我喜欢的，一看照片就没有感觉。行，那咱给她再找几个她觉得长相也在线的，并且呢也满足她有房有车这种条件的。哎呀，你看这个收入才20多万，有点低的，那以后的生活会不会压力特别大呀？咱们再来看看吧。哎呀，你看这个做生意的收入倒是不少，但是呢你看他的学历也不太行还没有我的学历高呢，那以后我们肯定聊不到一起的。好吧，那咱们就再给他找一找学历也满足他条件的。最后呢终于找到了有房有车、学历高、长相好，甚至收入都很在线的男人那这个时候他又会给你来一个神反转。哎呀，你说这个条件这么好的男人他能看得上我吗？他会不会特别特别挑还有他条件这么好，怎么还单着呢？还会来相亲，他会不会有点毛病这个人会不会是个托儿？你们看看他们自己许愿都要许到不相信，真的是有时候心脏病都会给你气出来的。你真的是特别想怼他。相亲的人条件好的其实很多的有年收入上百万，也有自己当老板的，甚至都有资产过亿的人人家的条件好来相亲，这不很正常吗？你觉得人家不正常，那你来相亲就很正常吗？那说明你条件差了。那你条件那么差，你还那么挑吗？别人年龄大了单身，那就是有毛病了。你自己年龄也这么大了，你也不是单身的吗？那你就没有毛病我真的想提醒你一句相亲真的不是买东西的，我们这儿也不是超市你花钱可以随便挑东西，但是在这儿讲究的是你情我愿还有就是最后你能不能找到一个条件好的，核心在于你自己配不配得上这样的人，不是红娘决定的。如果你最后
真的没有嫁给高富帅，那真的不是红娘的问题啊，是你自己的问题，知道吗？女生你别总是奇怪啊，现在男生谈恋爱不积极啊，说人家好像都不想谈恋爱，都不想结婚的样子。其实啊，他不是不想谈恋爱，不想结婚，他只是不想跟你谈恋爱结婚啊。因为现在有好多的女生谈恋爱啊，她这个恋爱观不太对。男生主动啊，就说人家是舔狗啊，跟你讲道理呢，说人家 PUA 你，谈未来呢，说在给你画大饼。张口闭口要找1.8米以上的啊！以前送个花都觉得很浪漫，现在呀动不动就是大牌奢侈品，不然啊都不配做你的男朋友。以前呢过个生日都很珍贵，现在呢恨不得天天都过情人节。虽然啊我也是个女人，但是我都觉得现在的男生挺难的。现在的女生啊，就是你不找他，他就不找你啊；你主动呢，他就可以跟你聊聊，然后如果你对他冷淡的话啊，他也就不愿意理你了。其实现在的男生真的挺累的，甚至有一些女孩子啊，她就是不那么爱这个男生的，她就是把人家当做一个供养者，一个免费的劳动力，最后呢还得忍着、哄着、捧着、安慰着，到了最后啊，她如果遇到个喜欢的，就跟别人跑了。男生呢落一个一无所有，没有结果，他们当然受伤了。有个男生说啊，我已经单身3年了。我觉得可能是现在这个恋爱环境对男生是不太友好的。现实生活中啊，包括网上一直都在教啊，男生你要如何去讨好女生啊，谈恋爱的时候呢，让男生不要对女生生气啊，甚至呢不要去跟女友讲道理。结了婚你就要好好认真挣钱养家了啊，在老婆面前低声下气的才是好男人。说实话啊，如果我是个男人啊，我也会被劝退的。你就别说结婚了，谈个恋爱我都不想。为什么男生越来越不主动啊？对吧？每天工作很忙，没时间精力再去哄女朋友的。你要是很喜欢一个女生啊，都不用去追她，就不应该去追女生。爱是双向奔赴的，单方面的追求不合理。你喜欢的女生，她身边也不缺乏对她好的人，你应该用你的闪光点去吸引她，而不是你一味的去讨好她啊。如果你没有明确一个女生是不是喜欢你，那你就付出那些东西，只会让她觉得反感，觉得你在纠缠。而且呢，现在的女孩子啊，谈恋爱首先看条件，你要是根本就不符合人家条件的话，就算你花光了所有啊，你也就是个舔狗。所以呢，为什么还要去追呢？太多女生啊，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消费需求都很高，但是呢，真正自己买单的女生少之又少，大多数都是转向男生啊，获取代表着爱的各种商品。男人就是一台供养机器，而且还被很多的情感博主啊亲切地称之为饲养员，他们几乎成为了一个提供物质的工具人，不必在乎感受和需求。可是男人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没有女人和家庭，大多数男人根本就不在意自己到底有没有钱，因为自己也不需要花多少钱。大家都知道啊，现在赚钱有多难，一个男生省吃俭用的给女生买几百块钱的口红或者化妆品，根本就算不上什么，甚至还会被女生嫌弃啊。那既然自己又算不上什么高质量的男性啊，干脆躺平得了。经济这么差的情况下，生存都很艰难，哪还有多少闲钱啊去讨好女生呢？一边是扛着付出的经济上的压力啊，一边呢又是被资本洗脑的人。理性点说啊，男生还有什么动力和资格去追求爱情呢？所以我们还不如集体觉醒啊，结束这场游戏才是唯一的选择。你们觉得他说的对吗？啊，别忘了点个赞讨论一下哦。